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洪先生，29岁，来自安徽，自习室老板；谢女士，31岁，来自安徽，职员。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结婚多久了？结婚1年多，孩子6个多月。我们是闪婚。有了孩子以后，你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他总是觉得孩子是给我一个人生的，总是让我做牺牲。有了孩子以后，他变得特别情绪化，对我特别计较，看我家里人不顺眼，看我更不顺眼。你期待对方做出什么改变？不要总是忙他外面的事，要帮家里分担一下，带娃。对我埋怨少一点，把家里变得温暖一点，把他以前温柔的性格找回来。看来这个矛盾是生完孩子以后比较突出的哈。是的。你们谈了多久的恋爱进入的婚姻？其实我俩是闪婚，我俩认识8天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回家见我父母了。我们是22年12月31号那一天，认识的，23年1月份嘛，领了证。所以就是一见钟情，闪婚，然后婚后很快就生孩子。是的，是的。廖老师，心理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是因为被颜值吸引了吗？我一般认为呢，自身如果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羡慕的时候，往往把这个原因归咎为颜值。不是你们同意哈？对，没这个同意。一开始确实，我本人特别的期待这种爱情嘛，然后一开始是被颜值吸引，但是确实他的性格一开始是吸引我的，很温柔。对，但是后面我感觉变了。特别是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催着我办婚礼。当时我俩达成一致了，咱们俩本身上都是有这个性格的，就是特别的向往这种爱情嘛，就是不在乎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很形式化。他一开始也非常理解我。你包括我们当时买房子嘛，首付30万，然后我拿60%，他拿40%。买车子啊，然后他付首付，我还贷款，我们俩都挺契合的。但现在又说什么家里压力太大了，老是给他压力，要我们赶紧去办婚礼。但我觉得我现在，因为我创业初期嘛，我自习室去年从3家开到12家，现在特别的忙。但是现在结婚不是说就我跟你2个人的事情，现在是我们2家人的事情，2个家庭在一起的事情。我父母还有我家亲戚催我们很多次了。所以啊，我就觉得就是他有点出尔反尔。讲好了，大家不在意这个形式，我们要的是爱情，我们在一块就够了。他说了，他是可以不在意，但他父母不行啊，人家在意啊。你去说服你的岳父岳母啊，你别把这个压力给他呀。他总是跟我说啊，等孩子再大一点啊，或者等现在自习室的生意不是很忙啊。然后或者说现在手头有点资金紧张，就总有各种理由让一拖再拖。然后在我再三催促之下，我们把那个婚纱照给定了。然后他现在总拿这个说事。但这个婚礼他总是要筹备一些时间的，对吧？然后我想的就是，到时候我给他补一个那个盛大一点、体面一点的婚礼，这样不行吗？到时候是啥时候？就这几个月，知道吧？这几个月你等不了吗？节假日婚礼都有高峰期，就是需要去提前预定的。但我每次催他去，我们一起去看看酒店呀，他也都是瞎糊弄、打马虎眼，然后这样一拖再拖。你说说什么时候定？最起码也得到几个月后。几个月后再去定是吧？对，因为现在确实太忙了，知道吧？那你要几个月后去定，那就定到明年了是吧？可能是这样吧。你就不想办，对不对？我真没这个意思。而且他现在就是什么呢？他老拿以前的事说是又说我什么我吃软饭，掏以前的那些什么房子首付啊、车子首付的事情来说话，知道吧？妻子，你为什么现在反复提这些？咱俩都是一人一半的，提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每次提出这种就是需要我们开支的一些要求的时候，然后他就会以他生意上面的问题作为一个搪塞的理由吧。你提出什么样的关于经济上的要求了？因为有了宝宝之后，就是开支是的确比较大的，然后房贷车贷也是压在身上的。现在他开自习室的话，挣到的钱，大部分他都要再用于他下一家店的这个开销了。那就是经济上你没有家里的主导权，是吧？对。我们还是跟婚前一样，就是大多数情况各掏各，就各是各的钱，财务不公开透明。对，可以这么理解吗？差不多这意思，他就这意思。这意思不应该公开透明吗？对呀。就主要是我现在就是有时候我在外面干点什么生意，对吧？应酬啊这些东西我不好跟他明说，一明说的话他就不同意，这不同意那不同意的。那不就是应该商量着来吗？你这婚后挣的钱不都是夫妻共同的钱吗？财产。你像前段时间吧，就是我一个朋友，对吧？我跟他关系特别的好。然后呢，我刚到合肥我就认识他了。
认识5、6年了。那时候我们在一块儿，他也帮我挣过不少钱。在我家宝宝百日宴的时候吧，又是帮我接送亲戚，然后又是帮我挡酒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哎，最近手头有点紧啊，就跟我说，我当时喝点酒嘛，然后我当时就把刚收的份子钱我就借给他了。在我的价值观里面这是正常的，我就讲义气很正常，但他就受不了，回家就把刚给宝宝冲的那个奶粉就泼到我身上了。这种事情跟谁受得了呀？那是宝宝的钱，宝宝刚收到13000的这个份子钱，你跟我商量都不商量。他有困难，我帮他，我觉得很正常。行，先没问题，帮他，但是你要跟妻子商量，因为现在你们是夫妻。商量是肯定是不同意的。那你也要商量，不同意你也要跟他说。当时他估计就会在那么多人面前就让我下不来台，知道吧？好，这件事放在这儿啊，先生你也思考一下自己不商量这种行为对不对哈？你们生了孩子之后，这个带孩子呀，包括家里的家用啊，你们都是怎么运作的？现在我家宝宝嘛，在4个半月的时候，他就把他送到那个托育园里面去了。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接受不了。你们这个生完孩子之后是自己带，没人帮忙是吧？就我岳母也在上班嘛，晚上过来搭把手，平时白天的时候就送到托育园里面。那托育园也挺贵的，1个月4800，他的工资呢也才比他高不了多少，那就等于是他白上班给托育园打工，然后每个月了就是这样，然后我每天还去接送，早上2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你说这谁受得了啊？这个婚前你要求她是独立女性，咱房也是各出一半，车也是各出一半。婚后你要求她做全职太太，你这不也出尔反尔吗？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庭，我们要好好生活，那总是有一个人要牺牲的。那我们要考虑这个性价比啊。那不能说我啥也不干了，我在家带孩子。因为你确实那个孩子，你放到托育园，我总是不放心。对，我和我的家人要求办婚礼，我们要为你妥协；孩子送托育园，我也要为你牺牲。其实这个事情还有别的解决方案的，你可以跟我岳母说呀，让我岳母不要上班，在家带孩子，不挺好的吗？那你爸妈呢？那我妈没有工作吗？对，我爸妈，因为我家弟弟嘛，现在是高2，正是关键时期，我妈在家陪读，然后我妈也跟我们商量好了，说我们暂时就不帮你带孩子，然后等到我弟弟高考完嘛，一切尘埃落定了，到时候帮我们带孩子。就是你爸妈因为要照顾弟弟，所以不能帮你们一把。对啊，岳母呢就因为要照顾你们的孩子，得辞了工作。我想了第2种解决方案，其实就是这样的。你想的解决方案就是因为我工资低，我收入低，我妈工资也低，我妈收入也低，所以我们就应该为你收入高的牺牲，是吗？咱们都应该考虑这个事情啊，总得有一个性价比稍微低一点的，咱让他去牺牲。你让他放弃自己每个月大概5000多块钱的工作，对吧？在家带孩子，因为1个月4800是这个托育园的收费，你说就比那多一点。对，我是这么想的。你让你的妻子放弃每个月5000多块钱收入的工作的前提是你的自习室发展的很好，但是账目对妻子不公开。我自习室现在大概1个月能挣2、3万块钱。哎，现在这自习室2、3万的收入给到你吗？给不到，因为他一边收入的话，他继续一边投入了。家里家用的钱呢？基本上就是孩子的这一块的话，我出的多一点。他不想让你上班，你还要负担这个孩子家用。那我不让他上班的那个前提肯定是我会到时候会每个月给他足够的钱。你现在不给他足够钱，是因为他上班了是吧？对他上班，然后我就想着再去扩张嘛。哎呀，我的天呀！现在等于你妈妈就是岳母哈，还在帮你们看孩子是吗？对，她每天白天上班，然后下了班之后来帮我们搭把手这样。啊，你妈上2份班啊？对。你给你岳母2份班的钱吗？多大的年纪啊？我岳母暂时我们没有给她钱，因为我考虑第2种方案的时候，就是想着我们把托育园的费用给到岳母，让岳母在家里面帮我照顾孩子。哎呀，你可真是占便宜没够呀！我岳母上班的地方怪远的，就是我觉得她这个工作性价比不高，因为她上班的地方有将近15公里。然后呢，你每个月收入的2、3万，由你妻子来管理吗？如果我岳母可以带孩子的话，我都可以给她的。到时候兄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你的老婆第一次为人母，你的岳母没有专业的技能，但他们都会带孩子比专业的托育员要带得好？这个逻辑在哪儿？他毕竟是请了外面的人来带孩子。你觉得那个托育员一定不负责任？对他们肯定没有做不到那么负责任。你有去实际看过，挑出问题吗？我每天去接送孩子的时候都会看得到。所以你会觉得怎么样？不管他再怎么好，就是有时候宝宝会有一些小伤啊、小碰的。你有没有试过在家里一天带孩子？我试过的。怎么样？你觉得你做的会比托育员好吗？做不到那么好，但是我肯定会全身心的去仔细去做。做不到那么好，他一定是不会的。他就是想全能的掌控。生活上他本身没有照顾这个概念。我们从恋爱到结婚，他应该已经习惯了就是被照顾这个状态。那有了孩子之后，
他每天到了家，把宝宝交到他手上，说爸爸抱一下。那他每次就是毫无耐心，就是孩子抱到手上以后，哎呀，宝宝饿了，来还给你来喂奶，然后抱到手上哭了以后，哎呀。他哭了，他应该是饿了，来给你喂奶，就是那种假性带娃状态，在怀里就撑不到2分钟就要抱还给你的那种。哎，那他真的曾经有一天一个人照顾宝宝吗？没有，他做不到的。你骗人啊！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一天去照顾宝宝？在他的概念里面，我现在就是经常就一整天待在家里。不管是我自己带也好，还是他带也好，我在旁边陪着嘛，对不对？对，这不一样。就他现在就是跟我岳母现在后来在我家住以后，就老嫌弃我，说我后爹什么的。其实你想一下，我现在基本上一天我工作都得10几个小时，那回家确实太困了。我有可能就是抱着宝宝2分钟，不小心就睡着了。我觉得这人之常情吧。然后马上就拿那个枕头一下就给我砸醒了。啊，你赶紧起来带孩子，就这样的。那我跟我妈在家带一整天，我们有没有抱着宝宝就打瞌睡？我们连睡都不敢睡，好不好？那因为我们工作属性不一样，你的工作稍微要轻松一点，我们确实就是每天琐事太多了。你要试一试带娃是轻松还是不轻松，比你的工作不一样的。哎，你和你岳母的关系怎么样啊？我举个例子吧，就上一次我有个合伙人嘛，就是我开自习室合伙人，就想让我晚上陪他多聊点事情，让我那天晚上陪他吃个夜宵。我觉得这很正常嘛。当时我就打电话去给我老婆请假嘛。请假的时候呢，我岳母马上就上来插话了：“你天天教着什么狐朋狗友啊？然后你要再不回来，我以后不给你带娃了。”就这样的就直接讲我。然后那天我在合伙人面前就抬不起头了。他喊你出去吃夜宵，让你半夜2点才回来，你觉得这像话吗？我觉得他现在就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就想着把我完全困住，就一点自由的空气都不带给我的。哎，他是像刚才那样笑着温柔的跟你说，还是脾气暴躁？那温柔是当时那手机都快爆炸了都。你是发了脾气的是吗？那天是发了很大的脾气的。我觉得如果就是非常生气的话，会发脾气。所以等于你们现在在家里边的这个整个家庭氛围也不好。这特别不好。会有一点。那妻子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模式？怎么去实现呢？先说说财务上面，你希望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因为他开自习室的话，他应该让我清晰的知道他具体一个月开支大概在多少，然后具体收入在多少，我要知道个大概。那然后家里的费用呢，怎么承担？开始我们刚刚买房的时候，就是水电费是他承担的，然后燃气费是他承担的，其他的话其实就是我主动开支的比较多一点。我希望以后他要承担大部分。不是你一个月不才挣5000多，你老公说他挣2、3万，这要是正常家庭，那老婆你钱当零花钱储备金你存着吧，家里所有费用我出就得了呗，不是应该这样吗？因为我们是婚后，他才去年刚刚开始创业，有1年多的时间，我也可以体谅他就是创业不是很容易，所以财务上你是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哈。对。那在照顾孩子，你有什么希望？我希望他就是在带孩子这方面，他能主动的去搭把手，他不能老像现在这个态度，对我的工作看不上的那种。我不可能说因为我嫁给他，我生了孩子，我就要完全舍弃掉我原先的事业。我希望在我工作这方面，他能尊重我一点。那咋办吧？人家提出很清晰的要求啊。那我就暂时我接受送到托育园嘛，我只能这样了。现在，而且好的托育园很专业呀，这有什么问题？我一直不理解。忘了讲一点了，那个托育园离我家有15公里，我送到这个托育园的时候要2个小时，等于我上午10点左右才能开始工作，那我下午4点就要去接，我一天工作时间只有6个小时，我每天有一大半的时间要接送孩子的话，那我能干事情。15公里要2个小时吗？早高峰晚高峰来回是要2个小时的。把孩子送到这个托园的话，我当时选了有20多家，最后我选了一个离我公司比较近的，因为我是母乳妈妈，就是我要给他喂奶。对。那除了每天接送他的话，其实我每天中午的话还要骑个车去给他喂奶，然后我再骑车回去上班。那退一步，如果咱妈能有这个闲暇支持一把哈，或者说给咱照顾一下呢？这样也不用跑那么远了，他不是答应付，你再多付点儿，别说4800那么难听，跟保育员一样的钱，你再多付一点儿，这个都可以。对，我个人觉得比你个人，咱妈同意吗？我跟他商量过，有沟通哈，也带来这个沟通的这个内容了哈。我们听听啊，听听妈妈怎么说。我觉得他们2个都是好孩子，小野爸爸也挺不容易的，结婚这2年胖了有40斤，又有痛风，
还有胃炎，旋转多了，身体也糟了。我这个闺女也挺优秀的，但是被我宠坏了。我希望小野爸爸能多包容包容给你，就像你们刚认识就非得结婚那阵子，多么宠她。她生完孩子变化也挺大的，头发掉了一半，也没以前那么漂亮了。我知道你俩都挺难的，感情有问题就再多沟通沟通，实在沟通不了，那我就辞职，专职给你们带孩子去。这妈妈是真挺好的。对，妈妈提出了几个核心的问题啊。首先，你们俩的问题是感情的问题，她还真不觉得是孩子怎么带的问题。人家都说了，实在不行你们忙不过来，我辞职了。你俩怎么看啊？感情现在有问题吗？我觉得就是她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怎么不想想自己的问题呢？你老推着，先说说自己好吗？一个巴掌拍不响，一定是双方的。我觉得我应该以后就是不能再有些钱上面对她有所隐瞒。我觉得小家庭过日子，可能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我就问一个吧，咱别说套话了。如果你妻子能让自己的亲妈去辞职给你带孩子，你能补个婚礼了吗？我觉得可以。非得我说，你才觉得可以是吗？就是你不做什么，我就不给你们好脸。对，全在你不给我看孩子，我就不跟你办婚礼。不，稍等，我听着谁受得了啊？我有点那个误解哈，就是难道你不办婚礼，就是因为他们不同意你的意见吗？不是。好，如果你的岳母辞去了工作，你们还要再拿出一部分钱来去给岳母看孩子付费，同时你又要去拿出钱来再办一个婚礼，你哪有那么多钱？对，我自习室我可以暂缓一步嘛，就是扩张。这是可以缓的呀。又可以暂缓了。我觉得你要直面的问题就不是经济压力不办婚礼，就是因为你们不听话不办婚礼。你们听话，你岳母辞职给我看孩子，我立马这婚礼就能办。我问一下，小野爸爸，你告诉我，娶媳妇儿办婚礼是应该的吗？应该的。丈母娘给你看孩子是应该的吗？不是她的义务。你刚才谈的条件是，如果我丈母娘能给我看孩子，我可以给她办婚礼。你为什么拿应当应分的事儿，跟一个不应当不应分的事儿做交换呢？你们8天就决定结婚了是吧？是的。8天你好多事儿没看明白吧？我一直不能让步的，现场掰开了揉碎了，抵不了赖了，我忽然又能让步了。你倒是能不能让步？你还是就跟你老婆不好商量。所以呀，闪什么婚啊？你太好商量了，最后人家什么都跟你不好商量，你闪什么婚呢？所以说这个闪婚呢，这个8天你们都什么都不了解，现在互相都防着。刚才就问你们了，感情上有问题吗？我觉得就是每次跟他沟通的时候，在意见上不顺着他的话，他会觉得我太偏激了。比如说他刚刚说的，他的狐朋狗友经常找他呀，然后或者是他一些休闲的时间想自己去钓钓鱼放松啊。因为我一个人带孩子，所以我就是要求他多搭把手的时候，他想在什么时候去钓鱼？周六周日吧。周六周日2天是吗？每次去钓鱼钓多久？加上来回1天的时间吧。我都是把家里给安顿好了的，孩子今天要吃什么，包括大人要吃什么，我都准备好了。好嘞。我确实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喘口气儿。好嘞。那他去哪儿喘气儿去啊？他又上班又带孩子，他去哪儿喘气儿啊？我觉得现在你们才说到关键的问题上。你在创业，请问你有资格拿出1整天的时间去喘气儿吗？那咱不要开那么多自习室了。自习室他周日是不开的。哦，不开的是吧？所以你没有那么忙，对不对？你还跟你的朋友们还老去喝酒呢？那是跟合伙人，然后有时候晚上谈事儿谈得晚一点，一起吃宵夜。别，咱们都是做事儿的合伙人。白天你们在谈工作1整天在一起，为什么晚上还要去喝酒谈事儿？你们谈什么事儿？这个问题其实都摆在这儿啊，你愿不愿意看他都在，你妻子能看得到，我们也能看得到。妻子，你觉得你丈夫还爱你吗？我觉得他需要我。那肯定需要你啊。正面回答。他爱你吗？也许吧。你是不肯定的，你觉得他的很多表现不像是爱你的样子，是需要你。那如果他真的不爱你，你怎么办？我觉得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在这个过程里慢慢接受这件事情吧。因为孩子。
就其实你已经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爱了。妻子感受不到你的爱，说实话，你赚的钱他也没感受到。我确实需要做一些改变吧。怎么改变啊？钱的事情，我肯定要跟他公开透明，就是家里的开支我主要承担，然后他非要把孩子送到托育园，这个事情我能接受，我该怎么去接怎么去接。支持他的工作吗？支持。希望你说到的能做到啊！而且其实岳母挺不容易的，岳母挺懂你们的，要珍惜啊。我觉得得亏他俩之间有个孩子，你俩但凡没有个孩子，你俩都得散。男孩，你没有同理心，你根本就不知道女孩为什么她会转变，因为她身份变了呀，她生理机能都变了呀。就你这样的老公，他不产后抑郁，我都觉得他内心非常强大了。我跟你说，你真的是找了个挺好的老婆。他从头到尾就是你说的他委屈或者怎么样的，他都是很微笑的看着你。他从头到尾没有指责过，主动的指责过你任何的缺点或者哪里不好。我跟你说，你觉得他不一样了，他也觉得你不一样了。不要觉得只有你在忍，人家可能已经忍无可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提醒你的点啊，就是你可能觉得你今天是来解决你婚姻家庭内部的问题的，但是他今天可能是来解决你的。你知道，往往最后他真的是要离开的人，他不会好的，他说走他就走了。那这是从情感上来说。那我说说女孩，就是我觉得你是不是以前从小到大就是真的是像你妈妈说的，把你保护的太好了？你从小到大应该没缺过钱花吧？还行，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他不会说出来我可以主动承担一些，我愿意去付出这种话，是因为他从小对金钱是自己有支配权的。那么我跟你说，这是两个概念，就是你自己有跟他应该要承担的责任是两件事情。你愿意在这个家庭中主动去付出，那是因为你善良，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的修养然后变成别人去伤害你的一个理由。你应该学会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男孩变成男人，变成爸爸，而不是只有你变了。第二点，我很支持你的一点就是你要做自己的事业，坚持自己的事业，因为那是你最后一片自留地。我反而觉得你的夫人有一点啊，她坚持要自己去上班，其实她并不是说要跟你产生对抗或者证明自己，只是因为她在这个家庭氛围中，她已经承担的太多了，她太委屈了，她没有自己的空间，她所有的委屈不能在她妈面前展现出来，不能在她女儿面前展现出来，她干什么事只能去上班，因为那个上班的空间里面没有你，她不会觉得我当时这么冲动的做了一个决定，现在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她至少还能够骗骗自己说我还是我原来的那个自己。我还是可以像我结婚之前一样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为什么想去上班？你搞清楚原因在这儿。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你应该跟他提要求，你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你要自信地说出来，保护好生你的人和你生的人。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双方能给对方一是信任，一是安全感。我觉得妻子小谢还是真的很爱他，很包容他。但是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丈夫小红，你要反思一下自己，你觉得你是找了一个保姆，我是找了一个照顾我的保姆，还是说我真的是心疼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妻子？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是太自私和自我的一个人了。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人的世界，还是两个家庭的世界。我觉得小谢的母亲真的很棒，你真的你偷着乐吧，你幸运吧，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岳母。真的，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你太应该珍惜这个家庭了。你现在真的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这个家不是全扔给他管的。你现在对女儿的付出了多少，到最后女儿给你的回报是一样多的。希望你们俩就是珍惜这一段情感，两个人真的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能越来越幸福，多好的一个家。就是可能在我们老师没有说之前，小红可能都是没有这个认知的，觉得啊，我一心一意为这个家，我努力赚钱开自习室，是吧？你怎么因为这些鸡毛蒜皮，什么办不办个婚礼，就跟我大发脾气？什么我能放松一下去钓个鱼，你就跟我，还有我这岳母一起训我，你可能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是吧？对，我真的认为啊，既然走到了一起，双方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婚姻都负有绝对的责任。老师们也都说，这个妻子啊，就年轻的妈妈，情绪非常稳定哈，一直是用微笑来面对丈夫的指责的。但其实我心中是隐隐觉得，妻子跟丈夫的沟通，我觉得你也不顺畅，你始终也不是针对问题去跟他说，
你始终是用情绪在跟他沟通。今天虽然你是温和的，但是在家里你跟他一定不是这个状态。所以我总感觉你很多事情明明想要这样，你就不说；你明明想是这个方式去做，你输出的就不是这个观点。所以你当初可以，咱俩婚房一人一半，连这个生产生孩子也各付各的钱，但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我今天听来不是哎。其实你心里更希望的是，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你家里边就应该费用都出，说呀。我觉得你丈夫今天就是很暴躁，很毛躁，也是在长期你们这生孩子之后的这个时光当中，他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觉得在一起的心都是好的，想要过上好的生活，把孩子养成一个很健康的宝宝，也是你们共同的目标。但是沟通的方式，像你妈妈说的，真的是要调整。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婚姻需要双方都退让一步，也需要双方都给予对方支持和鼓励。我倒是希望你给他多一些鼓励。男生我也说两句啊，你不觉得你在这段婚姻当中，你把所有能够控制他都控制了吗？他付出了他所有的钱，我很少听说一个女孩子嫁给一个男生说咱们所有的房子所有事情都 AA 制，这个是女孩独立，但你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呀。你应该是心存感恩，说我媳妇儿这么支持我创业，我是不是应该竭尽所能的去爱她和孩子？我还钓什么鱼啊？这么艰难的创业的初期，这么艰难的婚姻的初期，宝宝这么小，你也不会沟通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家庭生活的规划，爱情有时候是盲目的，但是婚姻是有规则的。你们要把小家庭的婚姻规则树立好，因为规则定好之后，可以降低很多我们不必要的这种冲突矛盾，按照共同的规则、共同的目标去经营婚姻。你们才刚刚开始你们的幸福生活呀，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岳母也提出的情感上的不和或者沟通上的不当，磨灭了你们本来炙热的爱。你现在什么事儿不得琢磨清楚喽？你现在可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我要是你，现在我每根汗毛都会立着。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你妈妈到现在没有时间，我们能理解，本来就不是义务。但为什么你能要求她妈妈辞职？第二个要求，我每个月的收入对你不透明，我要求你辞职。她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心里没咯噔一下？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可能您需要为当初啊自己那8天的冲动，可能要接下来要用多少年的斗智斗勇来买单了。真的别嫌累，自己选的。我说完他了，咱们聊聊吧。洪老板，你双标吗？双标。双标。你还想要个儿子吗？想要。你觉得你老婆敢生吗？不敢。咱们顺着这个对话逻辑，接下来你有没有点别的想法？我真的要改变了。咱们第一件打算改什么？我不会再去要求我岳母带孩子或什么样的，我也能理解她带孩子的辛苦。那孩子怎么办？第二件事，我积极的跟我家里人沟通，让我妈赶紧来带孩子。带孩子这事儿咱参与吗？参与，我会积极的参与。那不成，耽误挣钱了。尤其挣了钱又不让自己老婆知道挣了多少，这就难了。挣多少钱我都会告诉她。挣多少钱都会告诉她是吗？告诉你了，咱们家孩子百日宴收了1.3万，我当着你面不经你同意就借给我的一个朋友了，怎样呢？在大额财产处理上对你完全不尊重，你接下来一定要清醒的事情啊，明白吗？这都第几件事儿了，洪老板，咱还没说到婚礼的事儿呢。最重要的没对吧？我都能要求你亲妈为了我辞职了，我给你办一婚礼，这不行那不行的，这件事儿，这让女方最伤心。谢女士，您是应该生气，还是应该警惕？警惕。我告诉您，人生的悲剧开始往往就是因为我跟一个算计的人耍仗义，那这辈子的悲剧可就躲不开了。你用8天是看不出来一个人他内心深处是有算计的习惯的，现在看出来了吗？您还仗义吗？您接下来是继续仗义下去，还是咱们警惕一点？有这么严重？没有，但是有些事儿你不预警吗？如果夫妻之间总是要算计，那你们中间就会隔上一层看不见的膜，再也无法触及到对方真心。你们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得改。
从哪件事儿开始改？我跟几位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小谢，这个婚礼一定不能现在办，费时、费力、费钱，没有任何意义。你是觉得现在婚礼不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办。来，咱们现场投个票啊！觉得现在应该给女方办一个婚礼的，我们举手。哎，你们俩也参与啊？都参与。哇，你也不办婚礼啊？女生都同意，男生都不……哎，你还不举手啊？我是觉得可以折现，你把办婚礼那钱你折现给我，这事儿也能商量。所以姑娘，你最大问题就是恋爱脑，这就是你能8天能够闪婚的原因所在。你觉得自己可以被感动到，那是那一个时刻。婚礼办完了，他就应该在家待着啦，看孩子，不去钓鱼，能解决这些事情吗？一场婚礼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姑娘，你想要的，你想从他身上要的，何尝不是他想从你身上要的？我们去想一想，他12家自习室创业初期，正在付出时间、精力和自己所有的努力的时候，他想要什么？你给了吗？然后你就是要，我要婚礼，我要你对我的在乎，我要你所有的时间。请问他的需求在哪儿？你关注到了吗？所以呀，真正核心的问题不是外在的，不是形式的，花钱是买不来的。姑娘，好好想想啊！我不说你了，说太多了。现在其实你们说的都是具体的事物，但是婚姻的基础真的是情感。我们去找一找彼此情感能够互相磨合在一起的地方，我觉得很多现实的问题会迎刃而解。我相信一定能找到更好的生活的方法，好吗？我们相信你们有这样的能力啊！先来看看我们第一对夫妻他们的选择是怎样呢？请开门。看见了，真好。哎呀，太好了！这老公是笑着出来的哈，挺好。刚刚也反省了一下自己，觉得就是确实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太好，我也赶着回去我去给大家补一个婚礼。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当初8天能够在一起，我们俩还是有很多契合的点。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我还想继续这段婚姻。小谢呢？我决定原谅他了。拥抱一下吧，祝你们幸福。哎呀，因为妻子也是生产没有太久，我觉得你们更需要的是彼此的关注要多一些，好吧？加油努力吧，希望你们幸福，再见。